大明王朝有一句經典的台詞，就是一旦国庫虧空，朝廷要麼向老百姓要錢，要麼要向商人要錢。向老百姓要錢，讓老百姓苦不堪言，最終的結果就是農民起義，朝廷覆滅。正常来说，古代都會有一個史官去記載的，這就有一個疑問，既然有記載，難道這些當皇帝的人從來他都不看歷史的嗎？他們不能在歷史當中吸取教訓嗎？最終的結果是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。首先，老百姓種田，只有在漢文帝的時候，他是不需要納賦稅的。到了漢武帝的時候，漢武帝南征北戰，朝廷要急需用錢，那就要開始交稅。不僅要交賦稅啊，漢武帝還把鹽和鐵作為了壟斷企業，由朝廷來經營，私自經營那可是要砍頭的。所以朝廷一旦缺錢，鹽的價格就會上漲一點；朝廷沒有那麼缺錢的時候，鹽的價格就會控制往下調一點。這個方法一直延續至今。只有朝廷能夠做到壟斷企業，你要是老百姓想要搞壟斷企業，結局應該大家都知道啊。那麼地主老財又是從哪裡來的呢？一開始我認為是一個農民完成了一開始的資本積累，買別人的地，成為了一個小的地主，慢慢的掙到了更多的錢，買到更多的地，然後成為了一個大的地主。其實並不是的哈。在古代有那麼幾種人，他是不需要納賦稅的，比如說皇親國戚，比如說當官的，再比如說中了舉人或者進士的，這些人他都是不需要納賦稅的。他們不僅不需要納賦稅，還要分錢給他們，享受的福利也是越來越多。那麼老百姓要納賦稅的重擔就會越來越大。甚至一塊地能夠產生100的價值，成本就需要50，那麼能掙50，朝廷的賦稅都不值這50，老百姓怎麼心甘情願的去種朝廷的地呢？那麼他就得情願的去種地主老財的地，給他一點租金。那麼地主老財這個時候啊，也是不當人，他們會慢慢的提高租金，老百姓就得要活下去啊。最終如果活不下去會怎麼樣呢？那就只能造反。那既然老百姓的錢不能拿，朝廷為什麼不向商人去拿錢呢？如果認真讀過歷史的，應該都清楚，純粹的商人能在歷史上活得很長的，壓根兒就沒有，而且幾乎都沒有什麼好的下場。那麼商人也分為這麼幾種，第一種呢就是皇親國戚，因為他不需要納賦稅啊，自然而然他的錢就會越來越多。這些都是在朝廷裡面有利益集團的，你動不了。那麼第二種呢，就是這種地主老財。地主老財真正能夠賺到錢，也不想着去發展資本主義。特別是像宋朝的時候，經濟很好，他們都沒有想過要發展資本主義，他們都是想着讓下一代拼命的去讀書，考一個官也能当個官，当個一官半職的，能夠保住自己的家產和自己的主業。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展資本主義，提高生產效率，掙更多的錢。那麼最後一種商人是什麼樣子呢？也就是剛剛所說的，皇帝要壟斷的企業，那要有人經營啊。這些經營者一般都是世襲制的，一代一代都是鹽販、商販，他們不僅僅要掙老百姓的錢，還要把朝廷的利潤給克扣完了，讓這些生意成為了一本爛賬，虧錢的，甚至朝廷還要補貼給他們。這些人啊，也一般是官員級別的，所以這個事情啊，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。那麼朝廷不得不向老百姓要錢，所以每個朝代都會對老百姓實施一種教育，那就是你們一定要听話，不要亂說話，不要跳起來，不要亂講話，槍打出頭鳥，你就老老實實、勤勤懇懇的當牛做馬，讓朝廷好起來，你才有好日子可過。